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马上过年了，我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却被绿茶班花各种阴阳。秦松兰，你没有参加高考，只有高中学历，我们这里面就数你混得最差了，所以在我们面前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。看你现在还单身，要不我把我那50岁的离异朋友介绍给你，放心，他最近月薪刚过万，养得起你这个没工作，只能找服务员工作的。我冷笑着没有说话，因为班花的富豪老爹都是我手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年初六，艳阳高照，我裹着羽绒衣走进了本市唯一一家5星级酒店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中聚会。秦总，您这是？大堂经理刚看见我，就马不停蹄迎了上来。我微微颔首，忙你的，我有点私事。还没进包厢，我就听到里面传来的高谈阔论。你们说，秦松兰今天会来吗？学委办事儿，你还不放心吗？知道方明要来，他还能不来？也是，我现在还记得他倒追方明的光荣事迹呢。听着里面爆发出的大笑，我冷笑一下。我倒追方明，明明是方明当年追求我，我没同意。方明为了不失面子，说我倒追他。我按下门把手，推开了面前的金属门。一瞬间，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我身上，他们互相挤眉弄眼，脸上还残留着刚刚取笑我时的讥讽和嘲弄。松兰，你来了。学委挤出个尴尬的笑，起身朝我走了过来。不等他上前，我脱掉羽绒服，走到桌边挑了个座位坐下，把班委晾在了原地。学委尴尬地搓搓手，不自在地重新坐了下来。当年我也曾把学委当作我真正的朋友，直到他为了一个竞赛名额造谣我暗恋校草，让全学校弄了个人尽皆知，从而促成了我被霸凌的2年。那2年足以算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狼狈的时光。每每上学，我都能感受到周围人对我的指指点点。秦松兰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刚来就摆脸色，见我态度不好，当即有人开口替学委撑腰。我抬起妆容精致的脸，双目直视学委，笑容满面地说，不是你们说的，我这个人天生脸臭，不讨人喜欢。可能是没想到，当初唯唯诺诺的我，如今居然敢重拳出击了。撑腰的人狠狠剜了我一眼，闭上了嘴。方明和苏瑶瑶来得最晚，苏瑶瑶亲密挽着方明的胳膊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，靠在他身上，活像被抽了骨头，没了方明就无法独立行走似的。苏大美女、方校草他们刚进门，包厢里的尴尬气氛就被打破了。上一秒还高贵冷艳的众人蜂拥而上，众星拱月般簇拥着2人走了进来，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。几年不见，瑶瑶还是这么漂亮啊！你这不是废话，瑶瑶可是真正的白富美。我听说苏总前段时间又新开了个楼盘，真假？刚好我最近打算买房子。苏大美女，到时候可得给老同学打个折啊！边去吧你，人家苏总的新楼盘是高档住宅，你买得起吗？方校草，听说你进苏总公司上班了，怎么样？世界500强待遇不错吧？有人问了这么一句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方明这人，其他方面怎么样我不清楚，但好面子绝对算得上个中翘楚。我坐在椅子上朝人群中看了一眼，就见方明脸上温文尔雅的表情，果然已经摇摇欲坠。当年因为被学委造谣，导致全校都以为我这只癞蛤蟆居然妄图攀折方明这朵高岭之花。方明本人当然不会不知道，
由于他之前被我拒绝过，于是他本人在别人的怂恿及众目睽睽之下，当众拒绝了我。身为校草，自然不乏暗恋者。那天之后，喜欢方明的女生们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般，开始了对我的霸凌。课桌涂鸦、关厕所、桌肚里塞虫子尸体、甩耳光，只有我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闭了下眼，将过往画面驱赶出脑海，目光重新落在方明逐渐绷不住表情的脸上。来来来，这边坐。高中时就是苏瑶瑶舔狗的班长，立马引着两人入了座。然后他端起酒杯，说起来，我们今年同学聚会能来竹松，还是托了女神的福。苏瑶瑶装腔作势的自谦一波，最后才在众人的恭维声中端起酒杯抿了一口。而作为高中3年全校师生心目中的天之骄子，方明仿佛成了个彻头彻尾的背景板。他一言不发，坐在苏瑶瑶身边，看着他和老同学们推杯换盏。班长放下酒杯，总算舍得撕下粘在苏瑶瑶脸上的视线，意味深长看向了方明。方大校草，今天秦松兰也来了，你不打个招呼？随着他的这句话，众人巡行在我和方明之间的眼神逐渐变得古怪起来。显然，在场不少人也存了看热闹的心思。苏瑶瑶对方明显然爱得深沉，不等方明开口，她嘴角一勾，遥遥看向正坐在她对面的我。秦松兰，几年不见，你还是……她打量了我一眼，笑着摇摇头，没把话说完。不过她的言外之意已经一目了然。我抬眼看向她，手指在面前的玻璃杯口上画着圈。有人不怀好意地开口：“秦松兰，赶紧跟瑶瑶说几句好话，说不准人家看在同学一场的份儿上，愿意帮你一把呢。”帮我？我开口反问：“怎么？我看起来过得很不好吗？”包厢里安静了一瞬，那人突然笑了声，既讥讽又鄙薄：“你当年没能参加高考，大学都没上成吧？这年头，文凭就是资本，你连大学文凭都没有，过得好可能吗？多少年了，这些人还是狗改不了吃屎。”说出来的话既无知又愚蠢。高中被霸凌2年，我的心里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还是后来在父母的悉心照顾和陪伴下才逐渐好转。我当年确实没参加高考，但人如果想要出人头地，并非只有念大学一条路。虽然没高考，但我却比别人早4年踏入社会。那时候的我心里没其他想法，就是想要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，把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人全部踩在脚底。劳你费心了，我这些年过得确实还不错。我淡淡回应。说话那人嗤笑一声，显然不信我的话。松兰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没必要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说话的是苏瑶瑶当年的头号狗腿子李安宁，名字挺好，可惜人生的聒噪又恶毒。每次苏瑶瑶针对我，她总是冲锋陷阵的最欢的那个。李安宁打量我半天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也难为你了，居然真找齐了一身假货。哎，你这些爱马仕、阿玛尼、LV 是跟哪个微商买的？回头把微信推给我，我也能用得起奢侈品了。”瞧着他一脸贱样，我连嘴都懒得张。苏瑶瑶却突然开了口，她一脸体贴温婉地望着我，眼中满是不赞同。松兰，这几个品牌的衣服包包我也常买，你今天穿的确实不是他们的款式。你如果真有难处就跟我说。女孩可以喜欢奢侈品，但千万不能虚荣拜金，这会让人瞧不起的。他这话里话外，既成功秀了一波优越感，又咬死了我穿的戴的都是假货。方明在他的话语中也皱起了眉。
甚至还十分不满地看了我一眼。他该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今天真是为他来的吧？饭桌上应和苏瑶瑶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我眼眸微垂，看向自己手腕上戴着的那块300万的百达翡丽。在众人对苏瑶瑶的吹捧声中，我抬眸朝她看去。或许你只是不够格看到这些商品。苏瑶瑶表情僵了一瞬，但很快李安宁又开口了，她尖酸的笑声大到离谱，仿佛一个漏气阀门。不够格？秦松兰，你在说什么屁话？话音落下，不知李安宁想到了什么，摸着无名指上的钻戒，突然问我：秦松兰，该不会直到现在还惦记着方笑草，所以没男朋友吧？我问他：怎么，你想给我介绍？李安宁笑得夸张，介绍谈不上，就是我邻居有个亲戚的儿子最近刚离婚，都说离过婚的男人才会疼人，虽然他年纪比咱们稍微大点儿，但你俩要能成，那也肯定是你占便宜的。我不动声色继续问他，年纪稍微大点是大多少？李安宁眼神恶毒地盯住我，笑得更大声了，不到50。怎么样？有兴趣的话我帮你问问。对了，人家挣的可不少，月薪上万了都。闻言，我失笑着摇摇头，不用了，你既然喜欢年纪大的，那就给自己留着吧。李安宁整容过度的一张脸登时变得铁青，他咬牙切齿质问我：秦松兰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你居然咒我离婚。我做出吃惊的表情，挑眉看他，我就那么一说，你急什么？该不会真要离婚了吧？你……李安宁一拍桌子就要往起站，被苏瑶瑶拉住了。好了，安宁，都是同学，别伤了和气。咚咚，包厢门被敲响，服务员走进来，将一盘盘摆盘精致的菜放到桌上。菜来了，大家动筷子吧。班长招呼着众人，那些人早就望眼欲穿了，一听班长说话，全都立刻拿起筷子。一瞬间，整张桌子上没动筷子的人只剩下我、苏瑶瑶还有方明。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再次落在苏瑶瑶身上，她抿嘴温婉笑笑：先吃饭吧。话虽然是对其他人说的，但他的视线却始终一瞬不瞬盯在我身上。松兰，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？之后大家如果有吃不完的菜，你就放心打包，不会有人说什么的。我微微一笑，不用，我家没养狗，用不着打包剩饭。也不知道哪个字眼戳中了方明那摇摇欲坠的自尊心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在苏瑶瑶惊诧的目光中说了句我去个洗手间，就大步流星走出了包厢，直到方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包房，苏瑶瑶那一脸的贤良淑德瞬间消失殆尽。秦松兰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把筷子往筷架上一搁，不大不小的声音让整张桌子都安静了下来。我一手托着下巴，懒懒看向他，眼神戏谑，实话实说而已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我倒没想到方明是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人，这么一点刺激就受不了了。苏瑶瑶的脸色风雨欲来，班长和李安宁忙不迭替他出头。秦松兰，我们好心叫你来聚会，你这是跟老同学说话的态度，快给瑶瑶道歉，别太给脸不要脸了。其他老同学也都一脸指责地看向了我，仿佛我才是那个主动挑起桌上争端的罪魁祸首。道歉？我放下筷子，收起脸上的表情。真要道歉，也该是你们对我道歉吧。我淡淡看了眼李安宁，成功让刚想继续叫嚣的他闭上了嘴。至于这张桌子上谁才是给脸不要脸的人，你们心里比我清楚。秦松兰，苏瑶瑶啪的一拍桌子，
站了起来，他双眼喷火地盯住我，像是要把我大卸八块，和当年那个肆意欺凌我的少女逐渐重合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推门进来，我以为来人是方明，就也没回头去看。瑶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来人突然开口，声音却不属于方明，不过在我听来倒也算耳熟。苏瑶瑶的爸爸，如今正在我手底下讨饭吃的苏总苏耀成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苏瑶瑶惊讶地看向对方，脸上的凶恶之相瞬间收敛。听到他这声称呼，饭桌旁的人几乎全都恭恭敬敬站了起来。苏耀成几步走过来，在我背后站定。爸，我被人欺负了，好一出恶人先告状啊！苏耀成这人我了解，人虽然不坏，但糟就糟在是个把孩子宠到无法无天的父亲。这几年来，他已经给苏瑶瑶收拾过不止一次烂摊子，但每次还是会被这个被他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女儿骗得团团转。谁？听他的声音以及看桌上其他人的表情，我就猜到苏耀成应该正在审视桌上的每一个人。苏瑶瑶纤纤玉指朝着我一指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。就是他，这位小姐。苏耀成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。我将餐具放到桌上，背对着他缓缓站起身来。期间他还在说话，身为同学，怎么好随便欺负人？瑶瑶虽然任性了点，但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转过身看向了他。干什么？我抬高下巴，淡淡看向他。苏耀成当即吓出了一头冷汗，他像是被人掐住脖子似的，先是猛地闭上了嘴，然后粗喘两口气，最终震惊地喊出一声：秦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秦总？什么秦总？秦松兰什么时候也成总了？开玩笑的吧？可苏总都这么说了。饭桌上不断有窃窃私语响起，我不看也知道，苏瑶瑶跟他那几个舔狗腿子的脸色，想必也好看不到哪里去。秦总，您跟瑶瑶是？苏耀成打着磕巴都没把话说完，我替他把剩下的话补充完整。我跟苏瑶瑶是同学，今天是特意来参加同学聚会的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是那位秦总？您跟我开玩笑的吧？苏瑶瑶的尖叫声乍起，她飞快走上前来，看向我的眼神中仍旧充满恶意和鄙视。就他，连大学都没上过，高中还不要脸地追求过方明，怎么可能？闭嘴！闭嘴！苏耀成急赤白脸地打断苏瑶瑶的话。我猜他估计也是头一次这么大声跟苏瑶瑶说话。苏瑶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片，她难以置信看着我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眼中的恶意和鄙视逐渐被惊恐替代。看来他也清楚，我这个秦总对苏家而言代表着什么。整个包厢彻底陷入一片死寂。苏耀成擦着冷汗，讪笑着说：“秦总，瑶瑶她从小任性，您跟她要是有什么误会，就看在我的面子上。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”我淡笑着看向苏耀成，看着他在我的目光中低下头去，又回头扫了眼早已经呆若木鸡的老同学们。我缓缓说道：“苏总大概还不知道吧？你女儿高中的时候可是好好关照了我2年，要不是她，如今是地界上估计也没有我秦松兰这么1号人物。”我话说的含蓄，但想来苏耀成应该是可以挺明白的。当年我横空出世时，还没有如今的地位，年轻漂亮的女老板免不了引人遐想，而我的生平过往也很快被媒体挖了出来。苏耀成即便没有一字一句拜读过那些文章，
应该也略有耳闻。他猛地扭头看向苏瑶瑶，看那力道，怕是差点把脖子扭断。你，苏耀成那张弥勒佛脸气成了番茄。爸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是他先针对我的。吓哭的苏瑶瑶却还在狡辩。啪！响亮的耳光声在包厢响起，苏瑶瑶脑袋都被打歪了，懒得再看苏耀成教训女儿的戏码。我裹上羽绒衣，拎上包，朝着包厢门口走去。开门前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于是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去，果不其然，对上了一张张呆若木鸡的脸。忘记跟你们说了，这些年来诸位过得不好，我多多少少也出了些力。我话音才落，那些呆若木鸡的脸瞬间变得精彩纷呈。舔狗班长接连被任职公司开除，墙头草学委只能找到小时工的工作，狗腿子李安宁濒临破裂的婚姻，还有其他人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不说跟我息息相关，也是我亲手促成。当年的事情我没忘，想必诸位也都还记得。你们家猪在我身上的，我肯定会一笔一笔都跟你们算个清清楚楚。所有人的脸色在我的话音中一点点变得颓丧灰败，尤其是跳脚跳得最厉害的班长和李安宁，这两人瘫坐在椅子上，脸上写满了从未有过的绝望。毕竟看到你们过得不好，我才能放心。说完，我朝着他们微微一笑，拉开了面前紧闭的包厢门。刚出门，我就看到了靠墙站着的方明，看他的样子，应该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。见我出来，他忙站直身体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看得我直倒胃口。估计等不来我开口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终于出声：“秦松兰。”他叫了我的名字，如果不是我自作多情，这短短3个字硬生生让他叫出了缱绻深情的语气。我懒得跟他浪费时间，刚巧看到前面突然出现的熟悉身影，赶忙加快脚步，朝着对方走了过去。秦松兰。谁料方明非但不知难而退，反而还跟了上来。这人吃软饭有瘾吗？谁有钱扒着谁，这就是他所谓的自尊心。经墨，我直扑进沈经墨怀里，捏了捏他垂在身侧的手，小声说：“给个面子。”沈经墨垂眸看我，眼中掠过笑意，还有一丝狭促。嗨，丢人丢姥姥家了，居然被这人拿住了把柄。帮一次，我请你吃一顿饭。身后的方明不气不馁，我只能跟沈经墨妥协。说完这话，我感觉到沈经墨的气势忽然变得冷冽。我刚想回头，被他压着脖子按在了怀里。这位先生，你找我女朋友有事吗？沈经墨的声音跟他平时接受采访时一样，不冷不淡。方明的声音随即响起：“女朋友？”他像是觉得不可思议，短短3个字被他说的好像山路18弯。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会对我投怀送抱？我不动声色踹了沈经墨一脚，警告他好好说话，别骚。沈经墨无声笑笑，胸腔发出的震动几乎要震聋我的耳朵。当红影帝恋爱，如果这个消息被爆出去，想必沈先生也会觉得困扰吧？难道是苏瑶瑶口水吃多了？方明说话的时候，怎么也带了一股子阴阳怪气的味儿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你是在威胁我？沈经墨的声音更加冷淡了。方明又说：“谈不上威胁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松兰的。够了！”实在听不下的我，挣开沈经墨的钳制，转身看向了方明。见我回头，方明的眼睛瞬间一亮。松，他刚要开口，就被我打断了。别叫我名字，恶心！方明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。我冷笑一声，继续说：“方明，
有时间在这儿纠缠我，不如去空空脑子里的水。说完，我主动牵住沈经墨的手，带着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地下车库，沈经墨死乞白赖上了我的车。秦小姐，刚请人帮了忙，就翻脸无情，这不好吧？我默默翻了个白眼，已经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。那个人他威胁我，我真的好担心他去爆料，你可千万得给我做主。那张英俊非凡的脸上做出委屈巴巴的表情，我无语凝噎看他。正常点。沈经墨低笑一声，沉默片刻，冷不丁问了句：你就是为了他拒绝的我？我突然很想撬开他的脑壳，看看他的脑子是不是也进了水。没等到我的回答，沈经墨自顾自说了下去：难怪你一直拒绝我，原来是喜欢丑男人啊！丑男人，平心而论，方明的长相虽然跟沈经墨差了108000里，但绝对不至于被划分到丑男行列。更何况沈经墨这句话完全就是在侮辱我的审美。别发癫，我沉声警告他。沈经墨耸耸肩，总算恢复了正常。次日，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。秦总，沈先生那边出事了。电话刚一接通，助理略带惊慌的声音骤然在我耳边响起。我当即清醒过来，沈经墨所在的传媒公司也是我名下的产业，他童星出道，入行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，微博粉丝超过1亿，是公司真真正正的顶梁柱。如果真出了什么事，不只是他，恐怕公司所有艺人都要受到影响。怎么回事？我压下心中乱七八糟的猜测，问道。助理急促地说，更详细的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您还是上微博看看吧。微博。挂掉电话，我打开了从下载后就只打开过一次的影帝沈经墨深夜密会神秘女子，疑似恋情曝光，扒一扒沈经墨上位时。实锤，影帝沈经墨被金主包养，有图有真相，靠爬床拿资源，娱乐圈还能不能好了？看完那些胡编乱造的新闻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没错，那些八卦新闻里，无论神秘女子还是被指认的沈经墨金主，用的照片都他妈是我。我简单洗漱一番，边准备出门边回拨助理电话。公关部的人都死了吗？就任由沈经墨的绯闻发酵，立刻让法务部收集证据，起草律师函。另外让他们去查，到底是谁感动我的人。是，秦总，我这就交代下去。助理一叠声答应下来，挂上电话。我打开家门，刚要往出走，就看到不知在外面等了多久的沈经墨。他的脸色算不上好，整个人看上去恹恹的。我眉头一皱，把他拉进了家门。谁料他才刚进门，就直接把我抱进了怀里，非常用力，没留一丝间隙。秦总，我怕是真要提前退休了，你愿意包养我吗？他的嗓音有些沙哑，听上去不免让人心下一酸。我迟疑片刻，而后抬手在他背上轻抚几下。想得美，我秦松兰的人，没我发话，谁都别想提前退休。沈经墨凝滞几秒，缓缓松开了我。他望着我，眼中带着显而易见的惊喜和意外。你说我是你的人？我摸了下发烫的耳垂，避开了他直直望着我的目光，挣开他握着我肩膀的手。我转身朝着客厅走去。别误会，公司所有人都算是我的人。沈经墨跟在我身后，亦步亦趋，像是完全没听到我的这句解释，只笑着说：真好，秦总还愿意给我撑腰。我回头看他，无语。正常点，原本想亲自去公司盯着，不过现在他既然来了，我也不好把他独自扔在家里，只好留在家中陪着他。不到1小时，
公司那边的调查有了结果，助理打电话告知我，秦总，有关沈先生的绯闻已经全部澄清，舆论也开始倾斜，公关部保证不会再继续发酵下去。另外，法务部已经起草好了律师函，也拿到了想到证据。于律师让我请示你，是否真的要起诉那些营销号？不然呢？我撇撇嘴，起草律师函是为了好玩吗？好，那我这就通知法务部走起诉程序。助理诚惶诚恐道：查出来是什么人干的了吗？我又问了一句。听到我问这句话，沈经墨立刻格外敏感地朝我这边看来，他估计也很想知道究竟是哪只幺蛾子想彻底搞臭他。根据咱们查到的消息，联系营销号的账号来自苏总的女儿苏瑶瑶。助理连忙回答：苏瑶瑶，她跟沈经墨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好端端干嘛要这么做？难道他会不知道得罪我之后，他们苏家会落得个什么下场？等等。想起昨天在酒店走廊发生的事情，我差不多明白了。该说不说，方明的胆子还真挺大，把这件事告诉苏耀成。另外，通知总公司即刻停止跟苏氏的所有合作。如果苏耀成问起，就让他去问问自己的好女儿和好女婿。好的，秦总，我明白了。挂掉助理的电话，我一扭头就对上了沈经墨亮闪闪的眼睛。秦总好厉害，爱了爱了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爱喜欢这样的字眼，他没说腻，我都要听腻了。因为当年被霸凌的缘故，虽然如今的我已经今非昔比，但仍旧没能完全摆脱那些阴影。即便知道沈经墨虽然看上去不着调，但其实每次告白都是真心，而我对他也早已图谋不轨，我却始终没能真正迈出那一步。打开微信，点开高中群，我在对话框输入了一行字：我这个人心眼小，如果你们再敢对我以及我的人不怀好意，别怪我下手太狠。发出去这句话，我又顺便艾特了苏瑶瑶和方明，不需要明说，他们两个应该就能明白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在我发消息前还聊得热火朝天的同学群，再没人敢说话了，眼睁睁看着我给人发出警告。沈经墨轻笑一声，摸过来挤在我旁边坐下。多谢秦总。我心底叹了口气，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他其实原本也不会遭遇这种事情。从出道至今，沈经墨在圈内圈外的口碑一向非常好，算得上是浑浊不堪的娱乐圈里少有的清流了。可这次只因为方明和苏瑶瑶那点摆不上台面的阴暗心思，就让他遭遇了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不是公司那些人还算有点本事，单是包养2个字就足以彻底毁掉沈经墨。应该是我对你说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我心中有些愧疚。当天晚上，苏耀成亲自带着苏瑶瑶和方明上门了。秦总，这次的事情实在是这2个小畜生的错，求您看在2家公司一直合作愉快的份上，放苏氏一条活路吧。苏耀成脸色格外难看，哪里还能看到半分当初的慈父模样。他狠狠2脚，把苏瑶瑶和方明踹得在我面前跪下。2个混账东西，还不立刻跟秦总道歉！方明一脑袋栽在地上，满身狼狈。苏瑶瑶眼眶含泪，紧咬着嘴唇，说不出来一句话。我暴毙看着他们2个，曾几何时，他们都是人群中最闪耀的存在，凭借着身上的光环，将我踩进泥里，几乎无法翻身。可现在，他们跪在我面前，成了2条丧家之犬。既然不想道歉，又何必来惹人厌烦？沈经墨从我身后走上前，目光冷漠地看向
跪在地上的男女，身形高大的他将我挡在身后，仿佛是在保护当年那个备受欺凌的女孩。苏耀成头上的冷汗更多了。秦总，您千万信我，这次的事情瑶瑶确实不知情，从头到尾都是姓方的这个白眼狼做的好事，等回去我一定让他俩分手。说着，苏耀成又不解气地一脚踹在了方明的背上。没良心的东西，这几年要不是老子和瑶瑶，你这种在大学被记了大过的垃圾，还能过上这种人上人的生活？你他妈就是这么回报老子的，畜生！早在苏耀成上门前，我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但是苏总，可以了。我叫停了苏耀成对方明的拳打脚踢，看向抱头蜷缩在地上的男人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居然让我喜欢了整整1年，之后又被霸凌了整整2年，简直可笑至极。我垂眸看向地上的2个人，对苏耀成露出最真挚的笑容。分手做什么？令爱和方先生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应该尽早结婚才是。苏耀成彻底傻眼了。我越过沈经墨，走到他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办喜事的时候，千万记得给我发请帖，不然我会很不高兴。苏总应该也不希望我不高兴吧？狗男女锁了，甭想再去糟蹋其他人。说完这句，我懒得再看门口3个表情各异的人，转身回了客厅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怨偶。秦总，秦总。苏耀成似乎想进门来继续求情，却被沈经墨挡在了门外。苏总，秦总要休息了，您可以离开了。沈经墨毫不客气的逐客令，彻底打破了苏耀成的幻想。我回头看去，就见暴怒之下的他同样把苏瑶瑶踹翻在地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沈经墨鄙夷地看了眼倒在地上的2人，干脆利落关上了门。几天后，舆论风波彻底消息，沈经墨又成为了那个有口皆碑的优质男星。这天下午，他把我约了出来，打算带我去哪儿。等上了车系上安全带，我才总算想起来问他一句。沈经墨冲我眨眨眼，神秘兮兮道：“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。”我狐疑地看向他，但到底没再继续问下去。半个小时的车程后，我永远无法忘记，至今仍旧无孔不入，妄图给我制造阴影的地方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是第3中学，我曾就读过的高中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我嗓音发涩地问他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踏入这里。沈经墨一言不发下了车，走到副驾驶这边，替我打开车门，朝我伸出了他温暖宽大的手掌。秦总，信我。他柔情脉脉望着我，一扫之前的不羁模样，深吸一口气。我搭上他的手，抬腿迈出了车厢。我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就这一次。跟门卫打了声招呼，沈经墨带着我进入了校园。为了能进来，我给了他几十张签名照，签得我手都快抽筋了。沈经墨淡淡吐槽了一句，但我知道他并非在抱怨。沈经墨牵着我的手，带着我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地方，操场、教学楼、小花园，所有我曾被霸凌过的地方，他都重新带着我走了一遍。直到天色将黑，他用不知从哪儿拿来的钥匙打开了那间教室的门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带着我走进教室，走到了我曾经的座位旁。松兰，这是他第一次如此一本正经叫我的名字。我恍惚着看向他，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些什么。下一秒，他突然凑近我，毫无征兆地吻了下来。我彻底清醒，猛地推开了他，警告地喊出他的名字：沈经墨。沈经墨笑笑，重新走到我身边，将我颊边的碎发拨到耳后，随即
他在夜色中深情款款望向我。松兰，我很遗憾没能更早出现在你身边，很遗憾没能保护好当年那个你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在这个带给你无数伤害的地方，为你制造新的回忆。从今往后，每当你想起这里，想到的不会再是那些伤害，那些人。我想要抚平你的伤痕，想要成为你回忆中唯一的那个人。我怔怔望着沈经墨，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他珍而重之牵起我的双手，在我指尖落下轻柔一吻。秦松兰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汹涌的眼泪毫无征兆夺眶而出，我再不压抑自己的内心，径直扑进了沈经墨怀中。泪雨滂沱间，我听到自己说：沈经墨，我愿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